压住压住，买定敌手买定敌手，来了！刘瘸子，赶紧下桌吧，已经是刑满了。刑满，7年这么快就过去了。石头，我看你这还不想走了呀？走走走，催他妈什么催？老子今天手气好，开了再走。来，知府相公可等着你呢。哎，你看我说吧，我说什么？哎，是不是该给我呀？我知道，这7年来，你心里一直在记恨我吧？可当年不是我不想保你啊，你真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知府相公，我真的是打心里没怪罪过你。7年前的事儿，咱就别提了。刘鑫，我真希望你心里是这么想的。我找杨参军给你改了个清白户籍，也换了名字，在浔州衙门给你谋了个差事。虽然待遇比不上咱这里，但也差不了太多。咱们今晚就启程，好不好？知府相公，真是有心了。但这事儿不急，过几天再说。你还有什么没办完的差事吗7年了，要去见见老朋友，叙叙旧。刘鑫，哎呀，刘鑫呐，刘鑫，我知道，这几年你在这儿结交了不少兄弟，但是听我一句劝，你们是斗不过他的。知府相公啊，您真的多虑了。我的那些个小兄弟出狱已经许久了，早就断了联系了。您坐着，我告辞了。找个机会再好好喝一顿。那你这腿也该找个郎中瞧一瞧啊！
请吃个糖葫芦。打听清楚了没？涂员外家天子今晚吃酒席，给他送了请柬。您走好。几时出发？今夜有仗，长轿子走五羊路。东西都准备好了没？热腾腾的包子，刀枪剑器，老头，您随意挑。通知兄弟们，申时3刻举动。好。一会儿到了五羊路，听我信号，不必取他性命，都给我往左腿打。是。停。7年时间，别来无恙啊！右腿快跑！有席。这轿子是空的，他已经从另一条路走了。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我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是你给他报的信儿，我不能看着你犯傻呀！知府将军，你我共事多年，你是知道我的。断腿之仇，牢狱之灾，我不能不报。你想如何报啊？吴先生，你陈相公，咱们这怀州府的治安竟如此之差，今夜逮到了贼人，可能轻易放过？吴先生，咱俩是商量好的，要放他一条生路啊！休要废话，看我卸你条腿来！狗贼，拿命来！还不快追！追追追！站住！追！南城驿站。
哪位好汉出手相助？吴先生，您看这个时间真的是不早了，要不咱明天再查？陈相公，我看那人是你的手下故意放走的吧？不能，这个刘鑫在狱中已经住了7年了，府衙里没有几个与他相熟的人，谈不上故意放走。那放冷箭之人，与他也是一伙的？这个还得再查。这个吴先生，就是这件事情，您看要不要通报国公府啊？若要通报，我会自去请示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也好，也好。要不奴婢再为您煎些药汤来。已经吃了这么多服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唉，一个个都是庸医，小小的风寒都医不好。夫人，近日天气暖和，会不会不是说风啊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奴婢听闻隔壁吕家前几日请了福源寺的师傅做法驱邪，咱们两家院子离得这么近，别是惊扰了什么？也不要说了，服侍我休息。是。怎么了？刚刚是不是你走过？没有啊，夫人。我刚刚看到一个人影走过去啊。人影？没有吧？明日一早，你陪我去庙里烧香祈福吧。是，夫人。把门关上啊。哦，好。夫人到了。贵人这脸上好大的煞气，怕是最近睡得不安稳吧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小人胡半仙，专以卜卦吉凶为营生。方才见到贵人脸上有不祥之兆，这才出言提醒。什么不祥之兆？贵人这是在问我？当然是在问你。一个问题，1两银子。晦气。贵人今日要担心尖刺之物，莫要伤了身体。速速赶走！不要点了，熏得我头疼。好的，夫人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烟雨绣楼送来的，说是太后寿礼的绣样，给夫人过目。拿过来。是的，夫人。哎呀，夫人，夫人恕罪，奴婢应该先检查一番的。这做好的绣样怎么会有一根绣花针在里面呢？贵人今日要担心尖刺之物，莫要伤了身体。你出去帮我看一下，门口那个算命的还在不在？把他请进来。好的，夫人。
刚才你一通胡诌，为什么现在又一句话不说？贵人，一个问题1两银子。拿钱来。贵人莫怪，小人做的是折寿的生意，拿命换钱，望多见谅。你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你就休想从这儿活着走出去。贵人稍后。贵人最近身体可有抱养？有，头痛不止，药食无用。贵人最近可曾目睹一些怪异之事？有，半夜人影，来去无踪。贵人卧房的西南侧，可否摆有一盆花草？最近莫名枯死。先生神人，连枯草你都能算？自然能算。速速派人把那枯草拔掉便是。将枯草拔掉之后，我的头痛就能解决？一个问题1两银子。若想彻底解决头痛之事，得容小人在府上走动走动。自然，先生请。这间屋子是净房。速速将里面的便器移位。移去哪儿啊？厨房。厨房？照做便是。切记，便器里面的污秽之物，一定要存足7期49天。快去！你按先生吩咐的去做吧。是。你们几个，快去！这些花草也都拔掉吧。那种什么？就种石豆兰吧。我没听说过这种花卉啊。此花民间称为臭花，有一种家属死腐之味，极好辨认。你种它做什么？照做就是。到处找找看，看能不能找到。是。你们去找些工具，把这些花先拔了。看来这糕点，贵人以后也无福消受喽。那我吃些什么？腌桂鱼、梅苋菜干干。为何要吃这些？哎呀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吃。先生，您吩咐了这么多事，到底是为何？此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行。哎，罢了，小人明说了吧。我方才的吩咐，都是为了压制贵人身上的煞气。何来煞气？小人方才卜算贵人的八字，发现贵人身边藏了一只阴鬼。此人旺你10年，方你10年。如今这10年旺运已经到了头，接下来恐怕就是连绵不绝的祸事。这一开始只是小伤小痛，但以后恐怕一次比一次要命。那这个人是谁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小人也怕遭因果报应啊。我把这些钱都给你，只求你一句实话。唉，贵人心善，那小人便冒险一回，执笔自好。
贵人，将此生辰八字拿去，与身边亲近之人一一比对，定可救出内鬼。辛4年，辛卯月。夫人静安，你来了。夫人这是病淫时，我说给你听啊，你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我今日从庙里回来，遇到了一个神算子，他算出我身边藏着一个阴鬼，还把那个阴鬼的生辰八字留给我，所以我得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。夫人，僧道最擅长以福祸祸人，你莫要被人诓了钱财。他本来到我这里是帮我驱邪转运的，他叫我做的那些全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。人家本来不想说，是我逼他才肯说出那个阴鬼。夫人，这骗子行走江湖，话术骗局都大同小异，仅一面之缘便信一陌生人，未免太大意了些。你不也是我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吗？我挑人从来都很准的。夫人恕罪，妾身失言了。夫人，吴先生求见，说是要告罪。请他进来。是。见过国公夫人，是在下粗心大意，估计是忘了将那绣花针从那绣样上取下来，伤了国公夫人，请夫人降罪。坐。谢夫人。啊，我记得你是壬戌年生人。正是。夫人怎会突然问起这个？那是哪个月份呢？壬子月。又是哪一日呢？丁卯日。难道会是己未时？夫人怎会知道我的生辰八字？此人忘你10年，方你10年。如今这10年王月已经到了头，接下来恐怕就是连绵不绝的祸事。夫人，你先回去，近几日都不需要再来了。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叫你先回去。是。小韩，你把这份名单给夫人送去。是。好，吴先生。吴先生。苏管家，这纸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生辰八字？今日夫人遇上一算命先生，非说府上有阴鬼，还写下了这阴鬼的生辰八字。夫人这才命我将府上下人丫鬟的生辰都登记在册。算命先生，你可有见到他？见到了，在府里转了好几圈呢。刚才领了赏钱，可算去了。此人相貌如何？相貌没什么异样。哦，他瘸了一条腿。
刘捕头，子明儿，府上可曾闹翻了天？你快别说了，我是看在你曾经帮过我爹娘的份上，还你这份人情。以后你别再找我了。当年我是衙门里的捕头，和你爹娘有些交情，谈不上欠人情。这个你拿着，这些足够你赎回身契，半身无忧。还有啊，你要尽快想办法从此地脱身，以免查到你的头上。我走了。夫人怕是真的信了那算命先生的阴鬼之说了。我也不相信。距离太后寿诞只剩3个月，夫人可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献寿机会，她老人家也一直钟情于燕羽秀。如此时机，疏远了吴先生，只怕是……那你认为如何？那妾身便僭越一句。这外头一直传言，夫人身在怀州府，却能在京城的官家面前说上话，那都是仰仗吴先生的燕允秀。倘若此时偏信怪力乱神之说，坏了与吴先生的关系，只怕国公府日后要走下坡路的。胡说！我堂堂宁国公府，岂是能单凭他的几件刺绣就论尊卑的？是。可整个怀州府都知道，吴先生为人品行端洁，行事做派一身正气。若是真因阴鬼之说疏远了他，只怕日后传出去也落人笑话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我让你来喝了几次茶，你就可以胡言乱语？妾身为夫人心急，一时口不择言，请夫人责罚。怀州城中，真的有人这么说吗？夫人，你来我府中也不少时日了，我待你也不薄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是，妾身确实听过如此传言。是，吴莲当然重要。我38岁那年，就跟着宁国公来到了怀州。11年过去了，而我的夫君也已经故去了11年。我用吴莲的燕羽绣来讨太后的欢心，那又如何？只要现在京城里依然有人记得我宁国公夫人的名号，只要每1年皇家上下的节日都有京城的快马将请柬送到我的府上，只要我怀州城里满城的官宦百姓依然见了我都要低头参拜，这些就是吴莲的本事，也就是我的本事。是，夫人有占山识谱、临川之珠之能。夫人之于吴先生，便是那伯乐之于千里马，是世人愚昧，不知其中缘由。夫人不必为庸人而扰，妾身相信，便是离了那匹千里马，夫人亦能良居相伴，一日千里。你起来吧。谢夫人。我知道你刚刚的话是为我好，我还需要点时间去考虑。
顺利可否？种子已顺利种下，但若想长成参天大树，还需静待一段时间。那宁国公夫人已经信了阴鬼之说，何不将计就计，将无脸这座靠山除了去？刘捕头，欲速则不达。可还记得那晚我为何邀你入局？哪位好汉出手相助？刘捕头，酒菜已备好，可否赏脸？刚才的冷箭是哪方的？我花钱从曹帮雇了人，暗中助你。你怎知我今日要遇难？你今日出狱之时，我便早已候在大牢门外。我当然不知你会遇险，只是想着依你的性子，今年牢狱之灾，又折了一条腿，定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我记得当年你甚是恨我，今日为何要出手救我？那只珠钗，刘捕头还带着。既是带着，说明心中还是有未放下的。什么放下放不下的，也就值几枚铜钱而已。你若是想要我便将它还于你。 7年前，它的主人将它交托于你时，是有嘱托过的，可还记得？记得。那它便是你的了。7年前的刘捕头，我是断然不会相信的。但7年后的刘瘸子，我愿意一信。 因为你还带着他，说明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。你的那几支冷箭，若是射在吴连身上， 我们哪还有什么共同的敌人？所求不同，有何不同？你所求的，是为了你那条断腿，而我所求的，是为如兰讨回一个真正的公道。7年前那丫头到死都没为自己讨回个公道，那吴连背后的宁国公府，你是惹不起的。天下之事，急之则丧， 缓之则得，所以不可莽干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你似乎胸有成竹。胸有成竹不敢说，但宁国公府的大门我已敲开。倘若你愿意入局，我便承诺你的断腿之仇，定助你得报。 俗话说“孤掌难鸣，独腿难行”。反正今天已经打草惊蛇了，看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就给你个机会试试。哎，不过先说好啊，若是抓到吴连那厮，他的左腿，我要定了。一言为定。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我是深闺夫人，行动不便，你可愿意出力跑一趟？去何处啊？
漂亮，我家宝贝儿也漂亮，看见爷爷的脑袋汗。是呢。终究还是没送出去啊。浔州府内有座阙园，园内住着一位花魁娘子，名唤柳三娘。她才情美貌天下无双，近年来在风月场上出尽了风头。这辈女子或许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只是不知她是否愿意见。这三娘啊，我可是跟她在一同吃过酒的。她那座雀园，我自然也是去过的，里边养了一只孔雀。哎，那可是一只通了灵气的孔雀，懂得鉴赏诗词。这么稀奇？那是，少见。那敢问各位兄台，这雀园在浔州何处啊？就你也想去那雀园？哎呀，我说你可省省吧你！如何去不得？我说，得，那看到没有？出了这茶楼的大门，径直往东南方向便是。你这口袋里若是还能掏出2-3枚铜钱的话，记得先给自己换身新衣裳，然后再去登门拜访，免得脏了三娘的眼。那就多谢兄台指路了，多谢。听闻三娘是从石花馆出来的，也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来路。哎，这事儿啊，你问我便算是你问对人了。我跟三娘是同乡，我们都是怀州人士。听闻她还曾跟随名师吴莲学习过刺绣，至今还留有一手好绣艺呢。难不成就是那烟雨绣楼的吴先生？正是，只不过这后来嘛，后来如何？三娘如此美人，怎能被埋没在那绣楼之上呢？纵然是在7年以前，这三娘便已经是贵公子们奉若珍宝的佳绩了。你是何人7年前，怀州府有个女子，名叫如兰，刘小姐，可曾记得？可安慰玉碎，烟雨锁重围。天南有地北，他千江有万水来东北。楼高应无声，
此生若不归，已无悔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聚而所想？心别忘，你信风霜，心热血微凉。一幕幕就回望，一夜夜非思量，世路长，纵经年，不该忘，难得无三间，青天真亮。楼高应无声，素手指残灰。长夜又等随，照此生若不归，已无悔。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聚而所想？心别